历代主角替身实力排行，无敌的白金之星前3都进不了。第1名公认周周史上最强替身，第7名隐者之子。主要能力为念写，通过电子物品为主的设备作为媒介，从而获得情报以及线索，属于情报类辅助替身。外形为紫色荆棘，可以作为绳索使用，也可以缠绕在自己或敌人身上，附加波纹力量。辅助定位和鸡肋能力，主角中最弱替身无疑。第6名使之自由，很难想象这么原始的替身能出现在群魔乱舞神仙打架的第6部。能力为将替身以及虚轮自己的身体变成丝线并延展开，丝线具有一定的强度和锋利度，完全缠绕或压缩时，破坏力相当于一颗小型流星。尽管替身面板不错，但能力实在不够看，全靠虚轮临场发挥。在星月发动将物体内翻的能力时，虚轮甚至能想到用替身能力把自己变成只有一个面的莫比乌斯环。整体来说，弱的不是虚轮，完全是荒木老贼的锅。第5名疯狂钻石，唯2的奶妈定位替身却有着力速双 A、精密度 B 的夸张数值，能力为通过殴打进行修复任何形式的存在，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完整。对于完全从世界消失的东西无能为力，因为其高精度性还能做到将2个物体融合，把物品还原成原料。对于人体上的伤势只需要眨眼间就可以治疗，面板够硬，能力也强大，堪称完美。只可惜在移动机制怪面前只能屈居于此。第4名白金之星，朴实无华的无敌面板和简单粗暴的实体能力，除射程以外没有任何短板，论对拳无人能敌。第6部前唯一指定最强，本体成太郎更是能动手就绝对不多喘一口气的猛男。虽然是数值怪，但架不住就是好用。尽管最终身陨石之海，但在游戏中最终进化至超越天堂，拥有通过殴打直接改写现实的能力。第3名牙进化型替身，Act 1为射出无限数量的爪弹， Act 2爪弹限制为10发，破坏力强化，同时具有追踪能力。Act 3爪弹造成的弹孔会诞生一个无限小空间，除自身外进入的敌人都会被撕裂。最终形态 Act 4能射出无限回转的爪弹，一旦命中敌人，全身小到细胞都会被无限回转之力破坏。其力量能突破时空，破坏因果级别的防御，对尸体也有抗性。第2名软诱师，能力为制造多功能气泡，最初的能力为夺走目标的某样性质，例如视力、听觉甚至摩擦力。同时气泡在最终战中进化为软诱师超越，能力为操纵由一根肉眼几乎无法看见的细丝旋转形成的肥皂泡。该气泡因为本图存在于事件的特性，可以无视其地与你的灾厄之力，无视正常世界的一切规则，推测可能属于高维世界观的力量。第1名黄金体验，通过殴打赋予物体生命，种类由陶鲁诺自行决定。在对生命体攻击时，可以注入生命能力来使对方精神达到亢奋，无法适应肉体，同时可以利用能力进行器官修复。在被重建选中后，进化为黄金体验镇魂曲，强化原生命赋予能力的同时，还获得了控制因果的力量。任何替身能力都会在其面前无效化，所有的真实都毫无意义。另外，被黄阵杀死的人还会永远陷入无法结束的死亡循环。谈笑间，老板又死一次。软诱师超越的高维泡泡，好比无往不利的长矛，无视时空间法则和因果之力。而黄阵的永远不可能达到真实，就是无坚不摧的盾牌，任何效果都会无法实现。因此输赢比较起来非常难说，但考虑到黄阵拥有直接针对替身使者本人的效果，解决不了替身就解决替身使者，最终勉强拿下第1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想看更多替身混战，请打在评论区，点赞最高的直接下一期。